好吧，我们继续的回到这个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巴西来迎接这个大卫，我们就看到巴西来是一个可爱的老人。那有几点在他身上实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是一个善用资源服侍人的人。圣经说他是个富有的人，他是一个老人，但是他富有，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是很慷慨的来对待大卫。所以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也资助大卫。大卫现在呢这个回来的时候，他也去迎接大卫。他善用了他的资源。那他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不是因为他年老了才慷慨。慷慨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学起的。人不会越来越慷慨，会越来越吝啬。所以如果你不在慷慨的时候操练的话，你到老的时候更不会操练。因为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安全感了，老了怎么会有安全感呢？所以你如果年轻的时候都很依靠钱财了，你老的时候钱就会抓得更紧。他是比那个无知的财主聪明多了。那个无知的财主存了很多，但是耶稣说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但是他这个巴西来不是这样，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用他的钱财来做主的工，来支持主的工人，来支持主的事工。所以这种习惯累积下来，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继续的可以这样善用你的资源。所以这是我们要操练、要学习的你学会了，你操练好了，你就会在这些事情上蒙福而不受捆绑。那么，另外这个老人家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很坦然的接受自己，因为大卫对他说：“你跟着我来吧。”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80岁了。”其实很奇怪的圣经里面，如果圣经人物通常我们的观念，他们都是很长命的，对吗？其实80岁算得什么？如果你像挪亚这样的活到就是像挪亚或者像摩西这样活到了这一个120岁，像这一个亚当他们活到500、600岁的话，80岁算什么？所以可见来到列王的时代，历史的这段时间呢，君王这段时间呢，其实基本上正如摩西所说的，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致上常常要告诉常常从圣经得到的观念，就是其实全世界的医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人带来更长的寿命，没有。所以基本上人也在70、80，只是医药的进步使更多的人到70、80岁更多的人，而不是使我们更长命。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基本上我认为很多人观念的错误。你读圣经就明白，今天医药很进步，人也差不多什么70、80、70、80，你看报纸就知道了来提醒我们。可以提醒我们所以不要以为说人今天医学要进步啊，你的观念里面是要120岁啊，150岁啊，不会的。如果是这样，妖怪了到时候。那么上帝的时间到了，70、80岁，提示是挺够的啦。说真的，因为你活得蛮有日子了，而且到了80岁，他说什么？你看他怎么说啊？你看到19章的时候，他说我35节，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那两件事情，我能尝出饮食的滋味吗？舌头什么味觉在变了味觉改变就是吃东西越来越什么没有味道。所以很奇怪的，小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祖父母很喜欢吃粥吃白粥。我们年轻人最讨厌吃白粥的一看到白粥就哭了又是吃白粥，为什么？的确没有味道。但是随着你的年纪增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开始越来越爱吃白粥了真的，有时候人家请山珍海味什么最好，你以后说白粥最好你发现到了一个年纪，为什么？因为味觉改变了。味觉改变，其实到最后你吃什么都差不多所以趁现在还没有味觉的时候，快吃敢吃
你现在又怕又不敢吃，那么你年老之后没有味觉了，那你想吃也没有办法吃了。所以你看人矛盾不矛盾？年轻的时候不敢吃，你老的时候吃什么都一样啊。那么你不吃，你不敢吃，你现在又不是没有钱吃，有钱吃你也不敢吃，越有钱越不敢吃啊。所以这是人性里面的矛盾啊。还有辨别美恶，辨别美恶什么意思？他看不出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眼睛花了啊，眼睛昏花了，所以前面是美女是丑女他看不出啊，都一样啊，都一样哈啊，雾里看花，每个都是一样，所以眼睛真的是花了。其实很矛盾的就是现在的电视越来越轻啊，我们的眼睛越来越花啊，这是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困难。那么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啊，耳朵怎样？耳朵也不好了哈，就是听不清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要么就戴耳机，戴耳机很麻烦的啊。戴耳机的人告诉我，他说戴耳机很吵的啊。为什么？所有人讲话的噪音他也全部收进去啊。就是它少一样东西叫做 Dolby System 哦，就是能够过滤那些噪音的。我们的耳朵真的，上帝的创造很奇妙的。你到那个超级市场，或者你到小贩中心，很吵很吵，你两个人坐下来讲话，一下子周边的声音全部没有了，就剩下你跟他，他跟你的声音。真的，你注意到吗？啊，周围很吵很吵，你也听不见了，你只是跟对方很清楚跟对方谈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耳朵会过滤，啊，把那不必要的声音过滤掉。那你戴耳机不行的，你嗡叫的。那么也有一个人，他戴耳机，他跟我讲，连 microphone 出来的声音，耳机收得很辛苦，所以他们如果在 microphone 的地方，要把耳机拿下来了。所以你看，耳朵没有办法辨别什么声音了。所以谁的声音好，谁的声音音质好或者音质不好，它是什么样的声音都没有关系。所以邓丽君唱跟你唱都一样，好，哇，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那这是人生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人生就是会这样的，随着我们时间的成长，但是有时候我知道我们很难接受，但你也要预备，啊，要坦然接受。到一个年龄就是一个年龄的，这是过程。那我们特别信主的，我们对主更要什么？更要明白，我们在这方面要预备心，要接受。那你要长命就是这样吗？你要长命，真的吗？你说我很怕衰老的样子，那20多岁死最年轻的了。美得不得了的，啊！戴安娜死的时候很美，所以她永远是这么美的，她没有老了。你要吗？啊？你又不要嘛，对不对？你又盼望活到80岁、90岁，那你能活到89岁，有20多岁的样子，不可能的。有一种可能，狐狸精。所以弟兄姐妹，接受自己啊！我们要很坦然的在生命的当中，随着生命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年纪成长的时候，我们也接受生理的变化。那求主仍然赐给我们有喜乐的心啊，欢喜的心。你看巴西呢，他很欢喜，他没有特别忧伤，他是告诉大卫：“你跟你到王宫里面去，我知道王宫吃的山珍海味，但我味觉没有差别。你王宫很多美女，我看每个都一样。你很多唱歌的男女，对我听，哎呦，谁唱都一样。”所以他都听不见，所以他说自得其乐，他觉得留在自己的地方怎样比较舒服，至少我熟悉吧。我晚上起来，我虽然看不见，我就知道走到哪里了啊。我熟悉那个环境。如果去王宫，我可能走2步跌倒嘞啊，那更惨了，脚断手断更惨。真的，巴西莱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他准备接受他自己到这个年纪。这也就是他很坦然的接受，可能就是一直以来他的坦然的态度，他有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他活到80，他很快乐，所以坦然接受自己，做一个
可爱的老人啊，不要做一个整天埋怨的啊，这个那个的，所以他很快乐啊，他才能接受自己。还有他说：“我不要到王宫里面去，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我去那边，你得照顾我，因为你跟我的关系很好，你得找时间来陪我谈话。你也常常得关心我怎么样啦。然后如果我常常生病，你就得要叫医医来看我啦。哎呀，我很会增加你很多麻烦的。所以你看，他一直以来都少想自己，多想别人。啊，这是他一路来的。年轻的时候，我想就养成的习惯了，很少想到自己，很多时候想到别人。那我们也要操练，少想自己，多想别人。不是不想自己，你得自己想自己的事情，但不要老是只想自己的事情，常常不顾虑到别人。我们要常常顾虑到别人的这个情况哈，多为别人着想。你为别人着想，你少想自己，其实你的快乐也是这样来的啊。那你常想自己的时候，就很多思虑、烦恼、忧伤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老人家。那么再来呢，他只问付出，他不问回报的。他说啊，我来迎接你，王何必赐我36节？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不是为着这些来的。他过去的一生当中，只愿意常常付出，要很少要求回报。啊，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该做的做，对的做，但是不求回报。回不回报，天上决定的，啊，神带领的。如果你关注回报，然后你才来做事情的话，你不会快乐的。因为有时候你做了之后，人家没有给你回报，你要怎样？你就在那里斤斤计较了。啊，所以我们要做就得做，该做就做。人家欣赏不欣赏，回报不回报，从来不想。我们想的是上帝怎么帮助我们。那这就是这个巴西来他的特点。所以你看见他，甚至他所以他虽然这样，不过他也很有礼貌的回绝了大卫。他知道大卫的心意，所以他不能去。所以他怎么说？38节我们读：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试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了，到了基甲，金汉也跟他过去了。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了。不过他仍然很有礼貌的，虽然他拒绝了大卫，他还是叫什么？叫他的仆人。其实金汉不是他的仆人，金汉是他的孩子，啊，他就叫金汉说：“你就跟大卫王回去吧。”其实他就是安插金汉去服侍大卫的。你看见他仍然顾念的就是大卫。所以圣经旧约人物的这个巴西来呢，他有很多还可以你在思想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看见人怎样能够靠着上帝在地面上过很有喜乐，对人很有帮助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成长必然要有的。所以最后王就跟巴西来告别，巴西来就回去了。那么王也过到王也过去了。所以所有迎接他的人啊，来到巴西来是一个很愉快的，他就回去了。这整个迎接的事情就过了。那现在来了一件事情，叫做血气的事件啊，人就看见人的血气出现了。从40节开始呢，41节开始，我们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哦，现在王回来了，过了河了，有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它叫做血气行事。以色列众人就来血气行事了。血气行事有什么特点？首先小心眼啊，他就开始小心眼了。我们为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他小心眼了。为什么他们先到？为什么他们先跟你这个王过河？啊，他开始看见那些什么，那些其实都不重要的，但是他就抓这个小节出来了，那就开始不信任了。第二，
暗暗的送王，啊，怎么可能暗暗的呢？暗暗就给你看见了嘛，对不对？你看不见了嘛，明明都看得见的，但是你就暗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跟我们讲？所以暗的，所以开始怎么计较了？所以血气行事就是小心眼，然后不信任，然后计较。本来好好的嘛，后来事情就因为这样，就来你的血气起来了。想想看，家里很多事情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不重要的事情，你一小心眼起来的时候，一怀疑起来的时候，一计较起来的时候，就事情就闹大了。啊，教会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件事情都坦坦白白的，你就开始抓小节了，你开始不信任这个，不信任那个，你就开始计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了。所以有时候你一小血气行事的时候，我们传道人传的道讲的道，你也听进去了。为什么是这样那样？为什么是针对我等等？哪里有针对你，对吗？但是你就这样子的想了，所以事情就来了。所以以色列众人就是这样。那么当然，以色列是指北方的那一群人啊，他们这样子的指责犹大人。那犹大人当然你被人指责，他们也血气了，所以犹大怎么有第42节一起读？犹大众人回到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了？”犹大人其实他们为什么不要直接说这是王派人通知，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他的个支派的应该比众人更率先来欢迎你为公吗？因为我们是家人，家人先来迎接合理的吗？其实就解决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要这样回答？因为也是血气。如果他们这么回答的时候，原来王先告诉撒督，然后通知我们不追究我们的罪，并且说你们是家里的人，应该比外面的人更早来迎接。那以色列人就得乖乖嘛，王的意思了嘛，还有什么好讲的？所以应该他们就会哑口无言，不再闹事了。所以说有时候啊，一些事情被指责的时候，你先不要血气，你先把真正的原因讲出来，好好的讲，把事实讲出来，那让对方能够看见事实，那事实摆明，就基本上很多问题也可以解决了。但问题不是这样，因为他血气，你也血气吗？所以他指责说你说他血气，那你可以不血气啊，但你也血气吗？对不对？所以你一血气的时候，你就不愿怎么样？你不愿正面回答他了，你就说了我们是亲属啊，你不要把真正的原因讲出来，你选很排他性的字眼了。我们是亲属，我跟他们是同一个支派的，同时有不满质疑的语气，你怀疑我暗我吃了什么？我们拿到了什么？没有说，他们也用火药味很浓厚的反驳。我们先去借王回来，也并不是私下什么勾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犹大人占了什么便宜，就很火药味了。所以两边火药味起来的时候，就很难了。血气一来的时候，大家都这样的话，其实很小的事情就变成什么？变成大事。这个我们都明白，因为每一天都可能发生，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可能发生，每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都可能发生。所以当这样子的两个人吵了起来了之后，会结束吗？不会结束。所以火药味更增加了。43节，以色列人就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以往有10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什么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坚硬。你看越来越激烈了。我们跟王你们有情分，我们也有情分呢。不但这样，我们比你们更有情分。比了就被送了，对不对？不爽了就那么你又用到很强烈的字眼，你们藐视我们他轻看我了以后你很多次，他轻看我没有钱是吗？他轻看我没有地位，他轻看我没有身份是吗？他轻看我是个女人是吗？事情就大了。
人家那里有轻看你，但是你把那个藐视就讲成哪里有藐视你，所以你看你就在里面制造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了。所以然后就再讲下去了，不跟我们商量啊！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子讲了，犹大人会怕他，有的人怕你啊，就更强硬了。所以你看他们继续的反驳犹大人，不服输的认为他就是跟王爷有10分的情分，而且连比更有情分的意思是，他们认为11个支派加起来大过1个支派，11个支派代表全国支持大卫，比犹大一个支派的支持更重要。所以血气的话又将争吵怎样升级，就认为犹大人不肯事先与众支派商量，就是藐视他们。哇，很热闹了。吵架是这样的，开始1-2句话，也就越来越热闹了，从屋里吵到屋外了啊。以后呢，从没有人看到有人看了啊，以后最后警察车也来了啊，是越来越烈，越来越烈的。你看之前他们都想要把大卫给赶走，啊，要置大卫于死地。现在大家又在拼命的讲情分、讲关系，要去争先恐后迎接大卫王回来，为此争个你死我活。你看见什么？你看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也看见这些人很虚伪，啊，为的都是一口气，赶王走也是一口气，迎王回来也是什么？也是一口气，自己的那一个私欲，而不是真正的尊重王。人性啊，就是这样。所以，那问一问，之前他们支持亚沙龙又是什么关系啊？亚沙龙岂不是大卫的儿子吗？那时候他们支持的时候，为什么不讲情分跟关系呢？如果讲情分跟关系，他们应该支持大卫。大卫是纯以色列人，这个亚沙龙他一半的妈妈是外省人，是外邦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情况。如果要讲情分的话，那么又提到犹大没有跟他们商量，这就是藐视吗？没有跟你商量，一定是藐视吗？有时候不一定，因为很多事情不一定得商量，有些事情不一定得让大家知道的。所以难道大卫王留在河东的马哈念，我们等众支派好好的商量后才还迎回来，这不也是对王的藐视吗？要赶快迎他回来，是等我们开会吧，我们讨论吧，有方案了你才回来吧。那么王原先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只不过躲避亚沙龙叛变，暂时住到马哈念去。所以欢迎王回来耶路撒冷，不需要拖延的，就是去迎他回来，商量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演变发生的。所以互不相让，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的话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合理。谁知道就是为这么一点点的争执，就产生了分裂的危机，这不是很幼稚、很可惜的吗？所以大家都想迎接王，只不过是争先后次序而已，就决定了分裂，何等的可惜！其实教会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为主，大家都是为传福音，大家都是为教会的好处，但只因为谈事情的时候血气了，我讲这样你讲那样，我不愿意接受，你明明是好的方案，我又反对你啊，所以你一言我一语，就来就闹了，事情就大了啊，就大家抿着着了，对不对？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有2个姐妹，对吗？啊，寻都基跟有阿爹，对不对？这2个姐妹，保罗说他们对我有帮助的，这2个姐妹很好。但是这2个姐妹有一点意见了，她们吵起来了。不是我讲姐妹的，保罗讲姐妹的。真的2个姐妹就吵起来了，保罗就说：“劝他们吧，你们当中成熟的人劝他们吧，和解吧。她们都是好姐妹，但是有时候为一些事情就闹起来。啊，你可以看到，人一血气就会很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胜过人性的软弱，这些都要灵性去胜过的，没有灵性你没有办法。你如果不看天上的主，
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思念主，你没有办法的。你只是最后不断用血气行事，那最后就是只把事情搞坏，没有做得更好。可能对自己就是那个闷闷不乐的。所以以色列跟犹大的争吵，就埋下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隐忧。所以为什么我们明白后来到了所罗门之后，国家就分裂了？原来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所以提醒我们在主里面就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特别来到这一种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接着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再看的，就看到20章，我们就进入20章。那因为这件事情就造成了一个叫做示巴的人，他有一个抓住了一个反叛的机会。第1节我们一起读，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他看准了这以色列跟犹大吵架了。圣经说恰巧有一个匪徒，那恰巧2个字它听起来是恰巧，都不是恰巧。很多的时候当然神许可，而且这个人已经可能在那里等候机会了，所以他在想现在是一个机会。很多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有不良这个动机的人就会找到机会，所以便雅悯人示巴就趁机挑拨离间。他就趁机起来造成分裂更深的仇恨。那他是很卑鄙的，他应用很简单的挑拨离间的策略。他首先削弱王权。大卫跟我们是没有份的，他不是我们的王。你们看见了这哪个牌？他不是我们的总统。就是有时候你事情就闹了就他不是，所以大家在心理上情绪上讲，是了，他不是，他是犹大的，因为犹大说他跟他们有亲，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属于犹大的。他成功了，他已经造成什么？人家对这个大卫的不满。大卫是犹大，所以他先叫犹大人去找他吗？就要迎接他嘛？你看他暗暗的通知他们嘛，所以可以越变越演越烈。再来他削弱他的身份。耶西的儿子，他是谁？他不过是农家的牧羊小子。他过去也不过是一个很卑微的就削弱他的这个过去的贡献，他的身份。他曾经为国家做了多大的事情，但是人就削弱了他的身份了。还有削弱他的主权，我们回家去吧，我们都是自由的，他不能管我们的，他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个示巴这个人很厉害他有一个口号了，这就是他的口号：我们跟大卫无份，跟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个人回家去吧。他的 slogan 他的标语来的，就是天天喊这个标语，那就造成什么结果？怎么样？第2节我们读：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那先讲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大卫了，对吗？那当然不对，以色列人不应该跟随示巴的。犹大人表示自己跟大卫更有情分，那众支派不比犹大人，难道众支派就因此与大卫断绝情分吗？你看人很喜欢走极端的为什么不是为什么真不到更有情分就要断绝情分呢？我们人常常走极端，所以就激进化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示巴是谁他只不过是一个便雅悯人，跟扫罗家同族而已。而且如果你知道历史，扫罗家早已经被神所废弃，失去王位而战死沙场，所以为什么还要支持一个便雅悯人的匪徒呢？然后以更有情分的大卫王断绝一切的关系呢？你看人开始失去理智了，没有理智了。跟当年当比拉多要释放耶稣跟巴拉巴的时候，他们喊什么？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
杀人犯、强盗。耶稣是谁呀？他是一个最起码、最底线，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拉比，一个曾经在巴勒斯坦教导了多少的人，更不用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两个人选择什么？巴拉巴。你看人一失去理智，血气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判断错误，所以你就会支持错的，你不会支持对的，因为你按血气行事，你已经不再讲真理了，你是看自己的喜欢了。所以我们还记得士师时代，便雅悯人不是为了维护一些匪徒而被使一个支派围攻，以致几近灭族，只剩下600人的故事吗？我们都知道便雅悯人有他们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还要支持一个便雅悯匪徒而与大卫家征战呢？所以这些跟随示巴离开大卫的以色列人，他们太血气冲动了，所以被示巴利用了他们的激动的情绪，做出很多糊涂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那关系闹僵的时候，别人就有机会挑拨离间。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也是这样，再加上一些人的加油加醋加酱的时候，教会就麻烦了，很多混乱。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困难那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众人因为嫉妒犹大人，由支持大卫变成反对大卫，失去了理性，不惜分裂国家，制造混乱。那犹大人呢还好，在这件事情上，犹大人知道不能血气，所以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亚撒龙叛变，所以现在一定要忠于既支持大卫，所以他们紧紧的跟随着大卫大卫没有再回应这件事情了，但是他们就继续的跟着大卫，至少他们现在没有血气。之前如果他们继续血气下去的话，那就严重了。好，第3节我们读，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10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到死的日子。那这一节圣经是很悲惨的很悲哀的。那这是很妃嫔的悲哀。那大卫不能刑罚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他们的罪。大卫也不能亲近他们，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儿子玷污了。大卫也不能离弃他们，因为这个国家有失尊严了。所以大卫怎么处理？大卫就把他们留下，就把他们放在冷宫里面。冷宫是不是有冷气呢？叫冷宫呢？不是啦，就是我们说的打入冷宫，就是不理睬他了就是被放在一边。不过大卫还是养活他们，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那么他们就同寡妇这样被禁，所以他们一辈子就是过着基本上是很哀怨的生活。特别对这些妃嫔来说在王宫的地位降到0点，然后王不再跟他们亲近，他们也不能够跟外面的人接触。不过至少他们生活，大卫还是照顾他们。所以这是妃嫔的悲哀那这个悲哀是自界的亚撒龙造成的，间接当然是大卫的罪行。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人的任意妄为的罪，对其他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亚撒龙的私欲造成这些妃嫔的悲惨的下场。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你的罪行有可能毁了人的一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圣经教导我们在行事上要谨慎。有时候你的一时的这个放纵会造成人一辈子的伤害。比方说你酗酒开车，酗酒明明就不能开车的嘛，你喝酒了之后会判断错误的，但你就是一时不理你就开车了。你一开车时候一撞就把人给撞死了。你撞死那个人很年轻他可能大把前途，他就这样，他一生都给你毁了。或者你把他撞得断手断脚的，他从此残废了，他也重新要调整自己的整个生活了。这个是酗酒
还有时候一点点不负责任的话，那不负责任包括开车的人不负责任啊。我们有时候鲁莽啊，最简单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做的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看手机看手机。你说不会有事情的，你一看一下子，砰，前面撞，你死了，你活该啊！但偏偏你不死，他死，那他就造成什么？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不负责任。那有些人做工不负责任，有安全的措施，他没有很好的预备。特别是那些修理电器的人哈，我常常对那些修理电器的弟兄说：你们做事情得十分小心。你们把电线拉好了之后，安全的设施一定得弄好。啊，你不要随便的借电线乱借，一借通电了。啊，有时候你在报纸上读到一些人，他去热水器装好了，他去冲凉就触电，为什么？那个装的人不负责任，没有好好把那个电器装好，就这样被电死了。以前小孩子玩那种在咖啡店，现在比较少了。有一些的唱歌的这些机器嘛，你放前进，他坐在上面有可以摇动的那些机器，就有小孩子去那边放2毛钱，骑上去就触电死了。报纸都看过的，为什么？因为修理的人没有把那个修好，不负责任。各个行业都有责任的，我们如果不负责任，会有时候一次的疏忽，就别造成别人什么永久性的伤害，啊，当然侮辱人的清白更是如此，啊，有时候这些人他就把人的一生的给人造成一生的阴影，啊，他那个阴影永远存在。他除不去的，除非他得靠上帝特别的恩惠，他的信心强大，他有时候造成的伤害。还有诬告诽谤啊，你随便诽谤人的话啊，讲人的话不真实的，你告他的时候，他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被你诬告诽谤的这个阴影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人的罪行，所以押沙龙的罪行就给这些妃嫔们带来什么极大的痛苦啊！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顾念别人，常常关心别人，常常照顾别人，常常想到别人，让我们不要有不经意的伤害别人。当然有时候圣经说我们我们不要亏欠人啊！圣经常常说，凡事不可亏欠人。然后就是我们要尽所能的去做，但有时候当然难免会亏欠人，但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就是不是是很不得已的，基本上可以管理的，可以约束自己的，我们就得约束自己。有时候不是想自己，就想别人，你就会都得到警戒跟警惕了啊。那么第4节，王就对亚玛撒说：“你要在3日之内将犹大人召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他回到宫里面了。他为什么这么紧急呢？大卫回到耶路撒冷，首要任务就是要收复全国的民心了。所以他就下令亚玛撒，那在3天之内将犹大人召集来，好使犹大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大卫做王啊。那为什么命令亚玛撒呢？记得吗？他立亚玛撒做元帅，这是给他一个考验。犹大人曾经支持亚沙龙背叛大卫，而亚玛撒做过亚沙龙的元帅，所以他要联络他们，应该是不难的。所以第5节，亚玛撒去召集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这本来不是很难的工作。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已经有代表邀请大卫回来做王，再加上其他城的犹大人必定不会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很可惜的，亚玛撒竟然延误了限期，只说明他的才能有限啊，所以他的确不如约押，他在这一方面领导的方面还是不足够。第6节，大卫就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啊！示巴的事情要处理啊。
但是不可能等亚玛撒回来，所以就叫亚比筛去。亚比筛是大卫的身边的保护的那个我就是保护他的保镖，那么也是他差遣的。那大卫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所以要争取时间，将示巴叛党消灭啊！这任务不能延误，他已经从亚沙龙学到功课。亚沙龙就是要当时候有这个就是要去赶尽杀绝啊！那个时间亚西多夫的计谋好在户筛把它破坏了，所以他知道时间很重要，所以不能够等到亚玛撒回来，就派亚比筛带领众军去追赶匪徒示巴。那大卫派亚比筛，不派约押，因为大卫已经废了约押元帅的职位。第7节，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所以约押是亚比筛的哥哥，所以约押一向来呢做全军的元帅。所以如果王派亚比筛领兵去追赶示巴，约押一定跟随着亚比筛去的。那么同时你会看到众军听从约押的什么？约押的领导多过听从亚比筛的领导，所以约押在这个军队的当中仍然什么有势力的。你要废除一个元帅容易吗？不容易，而且他本来就是他们的领导，所以约押，你说他是元帅也好，你说他不是元帅也好，他就是真正的领导。有时候领袖不是他坐在位置上，他就是不在位置上，他还是什么领导，那是真的领导。你坐在位置上，像亚玛撒这样能力不足，也没有办法怎样影响跟领导。好了，亚比筛去追打这个示巴，约押就跟着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让他下个礼拜才发生。好，我们就结束吧，我们就祷告吧。